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姐的小木，今天教大家北欧系列圣日角花预科毛衣的编织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趋势社进入查看。这款衣服有多个尺码，都分成了领口、预刻、前后插、身体、下摆和袖子。注意成品是由2根线并在一起编织，大家可以同时从线团的中心和外围同时取线，并在一起当做一根线编织。这里为了方便观看，教程均用一根线做演示，大家注意不要取错线。先来学习领口部分，采用英式起针的方法，逆时针绕圈编织，编织过程中需要换线。下面了解一下图解，这里我以任意尺码图解为例，最终图解以拿到的实物为准。图解的一个格子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。空白格子表示下针，一横表示上针。空白的区域没有针，表示不需要编织。省略符号位置，省略了重复的部分。大家按照一组花样循环编织即可。箭头表示编织方向，正面均是从右往左看图解。绕圈编织时，全部从右往左看图解。用到的针法较多，图纸上都有标注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首先起针，使用主线起针，去除对应线材。这里我用一根棉线做演示，大家注意使用2根线编织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绑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知识图解。起针之前，需要先预留至少2米的线，小样长度随机。然后将线套在右手食指和拇指上，压在中指与无名指之间。食指与拇指形成一个圆弧，左手拿起一根对应型号的棒针，放在线的下方。这里先起针上针，拇指带线从后方绕到前方，接着食指带线从前方绕下来，这里形成了一根横线横在上方，我们将其当做一针上针，接着起一针下针，先拇指带线从棒针后方绕线，然后食指带线从棒针前方绕线，再将拇指带的线从后方放下来。可以看到这一线圈靠后，一针下针就起好了。接着起一针上针，先食指带线从棒针前方绕线，然后拇指带线从棒针后方绕线，接着将食指带的线从前方放下来。可以看到棒针上的线圈前方有一根线横在上方，一针上针就起好了。继续起一针下针，拇指带线，食指带线，拇指线放下来，继续起一针上针，食指带线，拇指带线，食指的线放下来。后面就按照这样的方法交替起针，具体起针数请参考图纸。
小样针数随机，实际起针数较多，大家注意防止两侧线圈滑脱。大家看，起针就完成了。将这2根线打一个结固地。预留的线头如果剩余较多，预留2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即可。起针完成后，接着织第一圈，从结尾打结的线头一端开始绕圈编织。从右往左看图解，第一针是滑针的下端，这里没有一横的符号，表示下针，直接织一针下针即可。注意这里穿入线圈后方，进行编织。下一针是上针浮针的符号，将线绕到前方，从右往左调下线圈，再将线放到后方。上针浮针完成，后面减针浮针，继续织一针下针。注意挑后方这根线进行编织。一针浮针，后面交替编织这2针，一直织完这一圈。第一圈完成，继续织第2圈，将针均分到3根棒针上。环成一个圈，从预留的线头这一段开始编织，注意线圈不要扭转。注意结尾是浮针，线应该放在棒针的后方。第一针是滑针上端，将线放在后方，从右往左调一下线圈。滑针完成，接着织一针上针，将线绕到前方，交界处注意稍微拉紧。一针滑针，注意线的位置，再织一针上针，后面按照一针滑针、一针上针交替的规律织完这一圈。
棒针交界处注意织的稍微紧一些。织完线头右侧棒针的线圈，第2圈就完成了。下面织第3圈，先织一针下针，注意下针从前方穿入线圈编织，接着一针上针，后面交替编织下针和上针，织完这一圈。第3圈完成，继续织第4圈。注意更换对应型号的棒针编织，选到这里就不画了。这一圈全部织下针。第4圈完成，接着织第5圈。开始是右上2针交叉针，先将左侧4个线圈挑到右针上，左针从前方穿入右侧2个线圈，左手捏住线圈底部，右针松开线圈，再从后方穿入左侧这2个线圈，套回左针上。这样就交换好了线圈位置，右侧2个线圈靠前，然后对应织4针下针。右上2针交叉针完成，继续再织一针右上2针交叉针，先将左侧4个线圈挑到右针上，左针从前方穿入右侧2个线圈，右棒针松开线圈，再从后方穿入左侧2个线圈，套回左针上。交换好线圈位置，对应织4针下针。右上2针交叉针完成，后面继续织右上2针交叉针，织完这一圈。遇到棒针交界处线圈不够时，可以调整一下线圈位置，继续编织。
第5圈完成，第6圈一一对应至下针。注意，织到结尾剩余2针时，暂停编织，将其挪到左针上，调整第1针的位置，方便下一圈的编织。第6圈完成，接着织第7圈。开始是左上2针交叉针，先将左侧4个线圈调到右针上，左针从后方穿入右侧2个线圈，右针松开线圈，从前方穿入左侧2个线圈，套回左针上。交换好线圈位置，可以看到左侧2个线圈靠前，然后对应至4针下针。左上2针交叉针完成，继续再织1针左上2针交叉针，先交换线圈位置。左侧线圈靠前，然后对应至下针。左上2针交叉针完成，继续织左上2针交叉针，完成这一圈。第7圈完成，继续织第8圈，一一对应至下针。注意结尾2针不织，调整第1针位置。第8圈完成，后面第9到13圈继续对照图解编织。注意，除最后一圈交叉针，其他交叉针圈的下一圈结尾调整第1针位置，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第14圈，这里需要换线，使用复线编织。在主线上打一个结，推到底部，接线完成，用复线织一圈下针，
第14圈完成，继续用副线织一圈上针，织之前可以将主线带一下，然后织完这一圈。第15圈完成，后面第16圈继续用副线织一圈下针，开始注意带一下主线。第16圈完成，下面至第17圈，这一圈需要主副线同时编织，将两种线一起挂好。先用主线织一针上针，接着从前方将副线勾过来，织一针上针，继续从前方将下方的主线勾过来，织一针上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，每次都从前方将下面的线勾过来织上针。可以看到，这里形成向左下方的规律线段。继续织完这一圈。织几针可以将缠绕的线向后推一下，不需要整理线段，继续编织即可。第17圈完成，接着织第18圈，这一圈和上一圈织法类似，先用主线织一针上针，接着在后方将副线勾过来，织一针上针，继续重复这样的操作，从后方将下方的线勾过来。可以看到，这里形成向左上方的规律线段，并且与下方的线段
对称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织完这一圈。完成后可以看到，缠在一起的2根线已经分开了，这样第18圈就完成了。后面的圈数继续对照图解，用对应的线编织。编织过程中，注意将另一根线带到下一行，方便后面编织。第20圈织完后，副线后面间隔较远才会用到，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。然后在反面顺着相同颜色的纹理收好。大家可以多收几针，剪断多余线头。之前接线的线头同样收好，起针处的线头同样收一下。这里与左侧稍微缝一下，使接缝不要太明显。然后打结藏线。大家对照图解，将领口剩余部分完成，这样领口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预刻，接着领口继续往下绕圈编织。用到的新针法较多，图纸上都有标注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织第1圈，这一圈需要加针，先织1针下针，接着是下针左加针，线圈下方是辫子，这里先挑这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找到线圈下方第2个辫子，1、2，左针从左向右挑起这个辫子左侧1根线，织1针下针，左侧这1针就是加出了1针，这样下针左加针就织好了。然后织3针下针，再织1针下针左加针，先织1针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下方第2个辫子左侧1根线，再织一个下针即可。下针左加针完成，后面间隔3针织1针下针左加针，织完这一圈。
完成后可以核对一下针数，第一圈完成，第二圈一一对应至下针。这里大家可以用环心针比对一下，长度合适可以换环心针编织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接着织第三圈，这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，大家根据实际情况在合适位置更换环心针。为了区分首尾，在环心针右针上扣一个记号扣标记，织完记号扣右侧的线圈，表示一整圈结束。先对照图解织3针下针，一针挂针，将线从前向后挂在右针上，挂针完成。继续织右上2针并一针，右针先以下针的方式挑下左侧一针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接着用左针挑起不织的一针，盖过左侧一针并挑下，右上2针并一针完成，后面简称右上并针。可以发现右侧的线圈在左侧线圈上方。继续织5针下针，一针挂针。我再演示一次右上并针，右针先挑下一针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再将不织的一针盖过左侧一针即可。右上并针完成，后面继续对照图解织完这一圈。第3圈完成，后面第4圈一一对应织下针，遇到挂针正常编织即可。第4圈完成，接着织第5圈，先织一针下针，一针左上2针并一针，简称左上并针。编织时，右针从左向右同时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这样左上并针就完成了。可以发现左侧线圈在右侧线圈上方，然后对照图解编织。下面我再演示一次左上并针，从左向右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即可。左上并针完成，后面继续对照图解织完这一圈。第5圈完成，后面的第6到16圈继续对照图解编织。注意第9圈不同尺码加针规律不同，加完针后注意核对针数。大家将这几圈完成。
接着至第17圈，这里文员小样演示，开始对照图写编织。遇到上针左加针，先织一针上针，然后左针挑起这一针下方第2根横线，织一针上针，这样就加出了一针上针左加针完成。继续对照图写编织。我再演示一次上针左加针，先织一针上针，然后挑起下方第2根横线，织一针上针，上针左加针完成。继续织完这一圈。第17圈完成，后面的第18到20圈继续对照图写编织，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第21圈，开始是扭针的右上2针并1针，先穿入左侧线圈后方，挑下不织，下方形成扭转，接着织一针下针，再将不织的线圈挑下，这样右侧扭转的辫子在上，扭针的右上2针并1针完成，后面简称扭针的右上并针。继续织一针挂针，一针扭针，穿入左侧线圈后方，织一针下针，下方形成扭转的辫子，扭针完成。继续织2针上针，一针扭针，穿入线圈后方，织一针下针，扭针完成。继续织一针挂针，下面是扭针的左上2针并1针，后面简称扭针的左上并针。先从右往左挑下左侧2个线圈，然后左针从右侧穿入靠左的线圈，挑下，下方形成这样的扭转，再正常挑下右侧1针，
右针从左向右同时穿入这两个线圈。织一针下针，扭针的左上并针完成。可以看到，左侧扭转的辫子在上方。继续织5针上针，我们将以编织的针法当做一组。下面我再演示一组，先织扭针的右上并针，先穿入左侧线圈后方，挑下不织，接着织一针下针，再将不织的线圈挑下，扭针的右上并针完成，再织一针挂针，一针扭针，两针上针，一针扭针，一针挂针，一针扭针的左上并针，先从右往左挑下左侧2个线圈，然后左针从右侧穿入左侧的线圈，挑下，再正常挑下右侧一针，右针从左向右同时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扭针的左上并针完成。继续织5针上针，第2组完成，后面继续循环编织。第21圈完成，接着织第22圈，先织一针扭针，遇到挂针正常织下针，后面继续对照图解编织。第22圈完成，后面第23圈还会遇到新的针法，上针右加针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织法。先挑下方横线，织一针上针，这里右针挑起横线，套在左针上，然后从后往前挑起这根横线，织一针上针，继续挑这个线圈，织一针上针，上针右加针完成。预刻后面的圈数，继续对照图解编织。这样的花样部分织完后，加入复线编织，织法与领口最后几圈类似。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将其完成。加针的圈数按照规律加针，注意核对针数，
大家对照图纸将预刻部分织完。如果想要数预刻部分的圈数，可以找到领口最后这个换色处，数这样的辫子，主线前2个辫子是领口的最后2圈，下面继续数辫子确定圈数。上针位置同样数这样的辫子，最后棒针上的线圈也算1圈，这样预刻部分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前后插。前后插是在预刻部分区域来回往返编织的，从正面看是大平针花样，实际编织时反面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编织之前先进行分区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小样的针数与圈数较少，主要演示方法。首先将前后片以及左右袖子对应位置区分开来，这里的左右是衣服穿着时的左右，先数出后片对应的针数，小样针数随机。扣记要扣标记，接着是袖子和前片。剩余的部分是另一个袖子，可以核对一下针数，这样分区就完成了。下面编织前后插第1行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从右往左看图解，直接在后片位置对应编织下针。这里我继续用小样演示。织完左侧记号扣前的最后1针，第1行就完成了。我们可以在织片正面棒针下方任意辫子上扣一个记号扣标记。棒针上是第1行，方便后面数行数。接着织第2行，这一行从织片的反面编织，将反面对着自己。图解从左往右观看，全部是下针符号，这里编织相反的针法。将棒针放在线头下方，全部编织上针。一直织完左侧记号扣右侧的线圈。第2行完成，后面的行数就是在后片区域正面编织下针，反面编织上针。大家自己对照图纸编织到前后插对应的行数，最后在反面结束。小样这里行数随机，数行数时从记号扣这个辫子上方辫子开始数，棒针上的线圈也算作一行，这个就是前后插的编织方法。下面学习身体和下摆。身体是在预刻前片部分和前后插上绕圈编织的，腋下位置还需要加针。下摆继续绕圈编织，中途需要换线，用到的新针法是卷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编织第1圈，这里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，只演示方法，其余不做参考。先在后片位置一一对应编织下针。完成后，
将右袖对输卵的线圈修针，剪一段长一点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将缝针从右往左穿入左盲针上的线圈，把线圈挑下。完成后，将2个线头打一个活结，修身的线圈是右袖，这里的胶扣可以取下。下面进行加针，这里用卷针加针的方法加针。先加第一针，将右手食指放在线的上方，顺时针转动，形成交叉的线圈。将这个线圈从下往上套在右膀之上，稍微拉紧，这个就是卷针加针。继续再加一针，食指放在线的上方，绕线后从下往上套在右膀之上，卷针加针就完成了。继续加完对应的针数。小样加针的针数随机，完成后在中间右侧这针卷针加针的线圈上扣胶扣，小样加针完成。接着编织前片，直接一一对应编织下针。织完前片为止，同样将左袖对应的线圈修针。然后用卷针加针的方法加针。注意，在
中间右侧。这针卷针加针的线圈上做标记。这样第一圈就编织好了。同样在棒针下方做标记，方便后面数圈数。接着编织第二圈，将标记起始位置的记号扣移到右棒针上，然后一一对应编织下针。在卷针加针位置编织时注意，不要将线拉得太紧，尽可能的松一些再编织。两个棒针之间距离不要过远，防止中间这个度线过长。如果织出这样较长的线段，是正常现象，不影响编织。记号扣位置，将记号扣放在前方。如果编织过程中不小心做棒针上的线圈脱落，可以将这两根棒针之间这一小段线头从中间顺时针绕一个圈，将这个线圈套回做棒针上，这样线圈就恢复了。继续将它们织完。织完后，第二圈就完成了。身体后面的圈数继续绕圈编织大平针，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身体就讲解完了。下摆接着身体继续绕圈编织，注意第一圈开始需要接复线，双色线编织的两圈，按照之前的演示带线编织。结尾交叉针位置，织下针的一圈结尾，注意调整第一针位置。最后两圈换针，一针下针，一针上针，交替编织单螺纹。最后进行单螺纹收针，具体收针方法请看演示。全部织完后，进行单螺纹收针。先织两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第一针下方是辫子，第二针下方是横线，因此先织一个上针，再织一个下针。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
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。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一个上针。织之前，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后，穿回线圈，然后织上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横线，应该织一个下针。织之前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上方后，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又收好了一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并且织之前都要通过移动右针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；织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还剩一个线圈时，线头稍微留长一点。固定线圈，最后可以用这个线头将首尾缝一下，确保没有明显的凹口。这样单落纹收针就完成了。这样下摆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学习袖子，左右袖编织方法类似，都是沿着袖口位置挑针绕圈编织的，分为袖身和袖边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编织右袖，这里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，先织第一圈，将之前修正的线圈套回棒针上，从右往左穿入线圈，将它们大约穿在2根棒针上。线圈放在中间，接着从卷针夹针位置开始挑针，取出线材，小样颜色随机，将线头打一个活结，在右手上挂好。
可以看到卷针加针位置有一列一列的辫子，辫子下方有这样交叉的2根线。取出第3根棒针，穿入系腰扣位置，左侧对应的交叉的2根线。旋转一下织物，将打结的线圈挑出，调整一下线圈大小。这是绣身第1圈的第1针，接着棒针穿入左侧相邻辫子对应的2根线，系腰扣可以取下，绕线挑出。这是第2针，继续挑完左侧卷针加针位置。现在到了前后插侧边，可以看到侧边有这样一个个小辫子，在旁边2针之间有这样的缝隙。在缝隙中穿入洞眼，大致均匀挑出对应的针数。挑的时候注意，拐角处也需要挑出1到2针，保证拐角处没有较大的空隙。然后挑侧边缝隙的洞眼，挑针，挑完侧边的洞眼，最后的拐角处也要挑出1针。完成后核对一下针数，想让这里前后插行数较少，调针处较少。接着在之前绣针的线圈位置编织对应的针法，取出第4根棒针进行编织。
想让这里针法随机，实际大家对照图解编织。往下将它们织完。注意棒针交界处需要拉紧。袖针位置的线圈织完后，接着继续调卷针加针位置。挑第一针时注意不要出现小洞，可以将旁边的一根线一起挑进去。这样袖针的挑针就完成了。想要挑针的针数较少，实际挑针数量请参考图纸。接下来可以调整一下线圈的位置，将它们大致平均分配到3根棒针上。注意第一针和最后一针线圈不移动。接着在第3根棒针下方扣记号扣，织完这根棒针上的线圈，表示一整圈的结束。数圈数时，从记号扣上方开始数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袖身后面的圈数继续绕圈编织，注意腋下位置两侧进行减针。每次织完减针的一圈，可以用记号扣标记，方便数2次减针之间的圈数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袖身就将织完了。袖边继续绕圈编织，方法与下摆相同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这样右袖就将织完了。左袖的编织方法与右袖相同，先将袖针的线圈穿回棒针上面，这里我已经提前穿好了。接着取出线头和第3根棒针，在卷针加针位置，从记号扣标记位置开始挑针。最后一针挑针时注意不要出现洞眼，可以往左多挑一根线。
接着，棒针上的线圈编织对应的针法。然后在前后插上均匀挑出对应的针数。注意两端拐角处需要挑针，不要留有洞眼。最后在卷针加针位置挑剩余针数。完成挑针后，调整线圈，让它们大致均匀分配即可。注意调整时，第一针和最后一针位置不变，在第3根棒针下方扣交扣标记。后面的编织方法与右袖相同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它们织完。这个就是左袖的编织方法。完成后可以将系腰扣全部取下。到这里，整件衣服就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